有很多的景点啊，就是游客来了也是说哦就这样子，没有想要再期待再过来，可能要等了5、6年，或者等到他有下一代的时候，就带他的下一代过来。可是来我们这个园区的人，他说哇，你们后山真是玩不完，那我下次还要再来。其实我希望强调就是说，想要把太鲁阁主让更多人知道，然后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三叔的营养价值。行李收好了没？今天我们要带你冲一波台湾最美的花莲后山。这次不只看风景，我们要深入部落，体验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度旅行，把花莲秀林的特产山酥玩出新花样。跟着后山崛起的创办人林俊雄一起畅游最神秘好玩的花莲部落，让美好回忆 check in 你的脑海，跟着烟波 check in 花莲。影片开始前，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即享烟波专属优惠。大家好，我是俊雄，可以叫我便当完蛋。便当完蛋是我太鲁阁族名，我叫便当蛙蛋。我们这边主要的品牌名称叫做后山崛起。那为什么会取名叫后山崛起？花东地区故称为叫做后山。那崛是因为我们在花莲地区有种植高达将近300公顷的山酥，它是属于鸟巢蕨的一种。花莲有13个乡镇市，光我们秀林乡里面有9个部落，我们嘉明部落唯一的一个社区里面就种了高达70。你看，在整个花莲县来讲，它的面积算是很大的。起是因为我们都是由年轻人发起，然后来做这个行动，帮助老农在这个产业上面的行销。嘉明村是位于秀林乡的中区，因为秀林乡是全台湾最狭长的一个乡镇，然后又是最大的一个乡镇。你知道嘉明村在过去有被号称为叫做彩虹的故乡，像我们太鲁阁族的彩虹，就是因为我们叫做通往祖灵的境地，就是我们人走了之后，以彩虹桥为我们的一个故事，必须要走那边。如果你今天是很善良的人，你会走到尾端；那如果说你就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那你可能在中间就会掉下去。你知道彩虹它必须要雨水跟阳光，它才会有那个彩虹出现，对不对？那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社区的雨水多么的充沛。因为山酥它本身需要充沛的水分，它才能长得非常的鲜嫩。山酥它是1年生的植物，春天跟秋天是雨水非常的充沛。我们以1公顷的土地面积来讲，它至少可以每一个月可以生产2000斤的那个量。但是夏天跟冬天就是比较热，然后比较冷，所以他们1个月只能产200斤，所以那是有落差。山酥它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，它有像是钙铁，我们常会开玩笑说，老人家可以多吃山酥，因为它可以让你从走路可以到跑步。它其实最主要还是膳食纤维比较多，帮助你的肠胃的蠕动的部分。在市面上常看到就是山酥加豆豉啊，或者加小鱼干。那其实，在后山崛起比较特别，就是说我们衍生到甜品，之前比较有名就是山酥冰淇淋。山酥它本身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味道像抹茶的味道，后续有做的像是山酥珍珠、蛋卷。然后山酥糕，还有我们的山酥布丁，透过这样的模式，让很多人感官说，原来山酥可以吃出这么多的味道。如果游客来这边，我们会先让游客先跟我们那个祖灵先认识一下，我们都是靠山神称为叫祖灵，所以就会跟我们的山神做一个敬畏的心。然后接着我们就会给他们的小竹篓啊，跟我们镰刀，然后慢慢走到我们的山酥园里面，先认识这个环境、食物链啊，或是山酥哪个部分可以吃。这个完之后呢，他们就会进行采收，开始做一些烹饪料理，除了吃咸的以外，也会做到甜品。你知道，尤其像做山酥珍珠，因为他们都会放下手边的东西，然后就2只手去做搓揉。当亲子在做这个举动的时候，你知道非常的有话题聊，因为他们就不会再看手机。我相信刚刚你在吃的时候有感受到山酥珍珠它的 Q 弹，在煮的时候也不用花很多时间，像5-6分钟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们园区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植物，像雨来菇啊。为什么园区超多刺葱？因为都是鸟去散播这个爱在里面。我们就因为看到刺葱，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，它是癌症的杀手。我们会拿它来做一些烤鱼的一些料理啊，或是做刺葱冬瓜茶，因为刺葱它本身就是甜甜的味道，如果你放珍珠进去会超好吃的。菜也会看人，刚开始我一个妇女在种的时候，收成的时候我都说你是不是撒药？为什么你种那么大又那么漂亮，而且没有虫咬？结果我就慢慢去注意它在怎么去做这样的培育，是它真的是很早5-6点就开始去那个田里面抓那个菜虫，每天会跟他那些菜唱歌。在我们后山区这个地方啊，因为我们都一直推的是友善耕种，所以我们这个场域包含我们所种的东西，完全都没有撒过任何的药物。除了刚前面讲是有食农的体验嘛，就像采山酥，然后山酥料理，其实我们还是有太鲁阁族的文化，像是弓箭啊、陷阱啊、木琴、织布等等。太鲁阁族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靠山的族群，所以我们会用陷阱来做体验，是因为我们喜欢用竹子，因为竹子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传统作，像会用竹子做竹筒饭啊，房子也会用竹子盖竹屋，餐具用具都会用竹子。陷阱
来讲都会用竹子去做相关，不管是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或地上走的，都是用陷阱去做这样的一个狩猎。大家有去过日本就知道，日本有一个叫京都岚山的竹林跟步道。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场域，高雄的一些竹子，因为我们会让游客在那边做竹筒饭，在烹饪的期间，他们去做陷阱的体验。所以另外还有打卡景点，我有天空之镜，它就是感觉你在天空里面的拍摄，以天为背景，用一个镜子做导引的一个成果。我们都会鼓励他们穿竹服来拍，因为超美的。其实我们这边很多打卡景点啊，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天空之镜也好啊，或是我们的竹林也好，其实竹林也是蛮多人喜欢这边做拍照，因为它一年四季的韵味都不一样。那有很多的景点啊，就是游客来了也是说哦就这样子，没有想要再期待再过来，可能要等了5-6年，或者等到他有下一代的时候，就带他的下一代过来。可是来我们这个园区的人，他说哇，你们后山真是玩不完，那我下次还要再来。所以他们有时候隔2-3个月就会再来做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。其实我希望传达就是说，让他们知道太鲁阁族的在地的文化，然后让知道我们年轻人不断的在保留这个文化，想要把太鲁阁族让更多人知道，然后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三书的营养价值。在花莲其实还有很多的景点可以让你们去走走，去看一看。万山园区位于我们秀林乡，我们隔壁村，它是走深度旅游，就是你想要更认识太鲁阁族的文化，然后进入到太鲁阁族的森林，然后那边会有耆老给你说故事。攻顶之后，你会觉得心中豁然开朗，因为它有一个视野就可以看到海边。接下来我想要推荐的是花莲防灾教育馆，目前还是免费的啦。花莲很多的一些天灾，不管是地震也好，或者台风也好，那边其实是有冷气以外啦，然后呢可以让亲子里面去认识说，地震来了我们可以做什么，台风来了我们可以做什么。里面有非常多的互动游戏，不管是亲子或是朋友间，其实可以多去那边看一看。它位于刚好在我们后山区的正下方，是位于那个新城的康乐村那边。这边的鸡蛋糕的样式非常的多，那它除了原味以外呢，其实我今天点了冰淇淋、榛果、巧克力。对我而言呢，我就很喜欢它的浓度，因为不甜不腻。史万福的早午餐店，我跟这老板也是办一个座谈会就认识到他，就是也是30几岁的一个年轻人，他的布置很新潮，因为他弄那个鸟笼的模式去布置，我觉得我超喜欢吃他大富大贵，因为它鲑鱼，不管你是要配合可颂还是配合菠萝的面包，每一个口感都不一样，所以值得推荐。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花莲市的瓶咖啡。那来这个地方，其实它除了空间舒适以外，其实我最喜欢吃他们的海盐焦糖松饼，非常的棒哦，口感酥软，会让我觉得它是湿湿黏黏的，而且海盐跟焦糖的搭配，吃起来我只能说棒而已。我会搭配这个气泡凤梨果汁，喝起来非常的爽口。每次像我们北部的朋友或南部的朋友来花莲的时候，其实我都带我们去吃，像我们刚才史万福的早午餐，吃完之后呢，我就会带他们来这边休息之余，我们就会点了下午茶，然后来这边聊聊天、聊是非。其实从早上到整个下午的模式，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舒服，所以欢迎来花莲走走。花莲是一个土味非常重的一个地方，它有情感在里面。其实我是在101年回来的，我以前是不喜欢回花莲的，因为我觉得花莲让我觉得很无聊，然后没有什么未来啊，没有什么前景之类的。为了家人嘛，为了妈妈，我就回来这边，必须要去接受你就是这边的一份子。调整这个心态的时候，我觉得原来花莲有它更多的地方，因为它的人情味非常的重。那所以我才慢慢投入在这个后山区这样的一个产业，希望把花莲在地的香、在地的美跟在地的好，让更多人知道。如果你如果来花莲的话，我刚才所讲的那几个点都是你中途可以停留的好地方，欢迎大家来花莲走一走，无论是吃喝玩乐或是住，其实花莲这地方都是好山好水，而且打卡景点也非常的多，一些秘境也非常的多。如果说你不知道秘境怎么走，来后山区问我。来花莲，我们不要用快的脚步，而是用慢的脚步，放松自己，放宽自己。也欢迎各位可以订阅烟波的 YouTube 频道哦。烟波决定花莲，吃喝玩乐一把抓。订阅我们，带你认识更多台湾在地好滋味。我们下集影片见啦！
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，就是从刚开始的那个盘子，它竟然用我们大理石的材质去做这个盘子的设计。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鸡跟鱼，黑蒜泥香鸡哦，一开始吃会觉得它是甜的，可是吃到后面我觉得它有那种嚼劲，然后把那个鱼也是一样，就是有点入口即化。我很喜欢这2道。如果说你们有机会来到花莲，别忘了可以到我们花莲烟波太鲁阁馆这边来吃用它的早午餐，它从6点半到1点就可以吃这么久哦，便宜好吃又让你饱足。